过去24小时，当你还在为那些标榜着 AI 概念的股票涨涨跌跌而焦虑，甚至准备满仓抄底的时候，华尔街最顶级的资本圈子里正在秘密传阅一组极度冷酷、足以击碎所有人常识的真实数据。这组数据不是哪家媒体用来博眼球的标题党，而是直接关乎你账户生死存亡的倒计时。你以为现在是 AI 改变世界，带你实现财富自由的黄金大牛市，大错特错。真相是，整个 AI 产业现在面临着一个高达6000亿美元的巨大黑洞。6000亿美元，这是什么概念？这意味着为了填平现在这些科技巨头疯狂购买芯片、建设数据中心的成本， AI 行业每年必须从市场上额外赚走6000亿美元的真金白银。但是钱在哪呢？根本没有。现在的真实情况是，基础设施的投资已经如同脱缰的野马，但真正能够让终端消费者心甘情愿掏钱的 AI 应用寥寥无几。你所看到的那些市值暴涨、媒体狂欢，绝大多数都建立在一个极为脆弱的假设之上。这个假设一旦崩塌，就是一场史诗级的财富大洗牌。今天我们就来彻底撕开这场 AI 大牛市的虚伪面纱，带你看懂那个被所有人忽视的幽灵 GDP 到底有多恐怖，以及作为普通人，在这场即将到来的残酷估值重塑里，你唯一能用来保命的反杀底牌到底是什么？我们先把时间线拉回到现在这个看似繁花似锦的魔幻现实里。你如果每天看新闻，一定会被满屏的利好消息淹没。这家公司宣布接入了大模型，那家公司又发布了新一代的算力芯片，各大科技巨头的财报一个比一个亮眼，尤其是那个卖铲子的绝对霸主，利润率高的简直违背经济学常识。这时候，很多宏观经济学家跑出来高呼，说 AI 正在拉动新一轮的经济增长。你看我们的 GDP 数据多漂亮，企业的资本支出多庞大，但你千万不要被这种表面繁荣给骗了。这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一个致命陷阱，也就是所谓的幽灵 GDP。 什么是幽灵 GDP？ 你想象一下，如果一个国家疯狂地借钱印钞，在荒无人烟的沙漠里建起了一座座空城，一条条没人走的高速公路，在这个建设的过程中，水泥厂赚钱了，钢铁厂赚钱了，建筑工人的工资也发了，这一切在宏观数据上体现出来的就是 GDP 的疯狂狂飙，经济看起来无比繁荣。但是当这些房子建好之后，如果没有人住，没有商业活动，不能产生持续的现金流，那么这些所谓的 GDP 就是没有灵魂的数字，是纯粹的资源浪费，最终必定会演变成压垮经济的坏账。现在 AI 市场的狂热和沙漠里建空城有着令人毛骨悚然的相似之处。目前市场上那些极其惊人的资本支出，本质上是在进行一场豪赌。各大科技巨头微软、谷歌、Meta， 他们正在像发了疯一样的购买芯片，囤积算力，建造那些耗电量堪比一座中型城市的超级数据中心。这些庞大的支出立刻转化成了芯片制造商和硬件设备商的惊天利润，也在宏观层面上大幅度拉升了经济数据。这就是你看到的大牛市的底层支撑。但是最致命的问题来了，这些耗资百亿、千亿美元建起来的算力空城，到底要靠什么来回本？最新的华尔街内部报告已经发出强烈预警了。红杉资本的顶级合伙人前不久极其罕见地发出了警告，他们算了一笔极其简单的账。以目前数据中心的建设速度和硬件的折旧速度，整个生态系统如果要实现收支平衡，每年需要创造数千亿美元的新增收入。注意，是新增收入。这意味着不能是左手倒右手的游戏，必须是这个世界上的企业或者个人，因为使用了 AI， 真真实实的额外多掏了这么多钱。但现实极其骨感，除了那些卖课的、写废话文案的，或者生成几张美女图片的边缘应用，真正能够切入企业核心业务流，产生巨大商业壁垒，并让客户心甘情愿支付高昂订阅费的 AI 杀手级应用，至今没有出现。这不仅仅是一个产品有没有做出来的问题，这是一个极其恐怖的逻辑死结。我们顺着这个逻辑继续往下深挖，带你看看这个深层真相。现在整个 AI 行业的资金流转，实际上是一个极其荒诞的内部闭环，这才是你绝对不能忽视的核心矛盾。你仔细看现在的资金是怎么转的。风险投资机构把大把大把的钞票投给了那些做 AI 应用层的小创业公司。这些创业公司拿到钱之后干嘛呢？他们没办法自己去买芯片搭服务器，所以他们只能拿着这些风投的钱去向微软、谷歌、亚马逊这些云服务巨头租用算力。而这些云服务巨头拿到租金之后，再加上自己账上的现金，转头就全部塞给了那家处于垄断地位的芯片霸主。
去买更多的 GPU。 芯片霸主的业绩因此好的爆炸，股价一飞冲天，带动整个科技板块狂欢。散户投资者看着红彤彤的账户，觉得这就是人类的未来，于是继续把真金白银投入股市。你发现问题没有？在这个完美的闭环里，钱只是在科技圈和金融圈内部空转，风投的钱、散户的钱，最终变成了芯片巨头的利润和巨头高管的巨额奖金。而这个闭环要想一直维持下去，就必须有一个前提，那些处于最底层的 AI 应用创业公司能够真正从外部世界的普通消费者或者传统企业那里赚到钱，把外部的水引入这个闭环。但事实是，他们不仅没赚到钱，而且还在疯狂的烧钱。更反直觉的是，所谓的 AI 降本增效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悖论。很多企业老板一听 AI 能取代人工，激动得两眼放光，心想我可以裁掉一半的员工，省下几百万的工资，然后每年只要付给 AI 公司几十万的订阅费就行了。听起来很美好，对吧？但这笔账根本不是这么算的。首先，那些被裁掉的基层岗位本身能创造的剩余价值就极其有限。你用 AI 取代了一个初级文员，你确实省了他的工资，但你省下的这笔钱绝对不足以支撑那些科技巨头每年几千亿的硬件投入。其次，当所有企业都在用 AI 降本增效的时候，门槛就消失了。你的成本降了，你的竞争对手成本也降了，最后的结果是在激烈的价格战中，大家把 AI 带来的效率提升全部让利给了消费者，企业本身的利润率并没有提高，反而因为要持续购买算力，变成了一场无底洞的军备竞赛。所以这根本不是什么技术驱动的狂野增长，这是一场极其残酷的利润挤压游戏。在这场游戏里，没有人关心终端价值，所有人都在博弈谁能拿到下一轮融资，谁能以更高的估值把股票卖给下一个接盘侠。接下来才是最核心、最硬核的沙盘推演。我们不要去猜测明天的股市是涨是跌，那种分析毫无意义。我们要用最冷酷的视角，彻底拆解这股汹涌的资金洪流到底是怎么流动的。看看在这场大变局中，谁在替人高位接盘，谁在台上赚足了吆喝，又是谁在台下闷声发大财。看懂了这个资金流向图，你就能精准地找到自己的防守底牌。这股资金洪流的最外围，也就是失血最严重的重灾区，毫无疑问就是那些冲在最前面的应用层牺牲品。你现在打开各种应用商店，或者看看那些科技媒体上的报道，每天都有成百上千个所谓的 AI 颠覆性产品冒出来，什么 AI 写作、AI 剪辑、AI 法律顾问，五花八门。很多散户极其容易被这些酷炫的概念吸引，跑去买这些公司的股票或者相关的概念基金，这是极其致命的错误。这些公司绝大多数根本没有任何核心技术护城河，他们本质上只是科技巨头大模型的套壳或者二道贩子。他们每天一睁眼，最大的成本就是向巨头支付高昂的 API 调用费。这就好比你在一个垄断了所有水源的财主家门前摆了一个卖糖水的摊子，你卖的不好，你亏本倒闭。你一旦卖得好，财主立刻就会发现你的配方，然后在他的水源里直接加上糖，把你瞬间降为淘汰。这种应用层的厮杀极其惨烈，九死一生。风投机构亏得起，但作为普通投资者，你把真金白银押注在这些没有定价权，随时可能被上游拔掉网线的试错项目上，这就是在拿自己的血汗钱去给巨头买单。我们再往里走一层，来看看这场大戏里叫得最响、声音最大的一群人，那就是那些手握万亿市值的科技巨头们。你以为他们在这场 AI 狂欢里是稳操胜券的赢家吗？大错特错，他们现在是骑虎难下，陷入了极其恐怖的囚徒困境。为什么这么说？你以为微软、谷歌、Meta 的高管们不知道现在算力投资过剩吗？你以为他们不知道那6000亿美元的收入黑洞吗？他们全都知道，而且比任何人都要清楚，但是他们别无选择。这就好比几个超级大国在搞军备竞赛。我知道造这些设备很费钱，我知道造出来可能永远也用不上，但只要我的对手在造，我就必须跟着造，而且要造的比他更多、更先进。因为一旦我在这场竞赛中落后，哪怕只落后半步，市场就会立刻抛弃我，我的万亿市值就会在几个月内灰飞烟灭。所以你看巨头们的财报，表面上利润丰厚，但实际上他们的自由现金流正在被庞大的资本支出疯狂吞噬。他们是在拿自己过去10年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积累的血本，去填这个可能深不见底的 AI 无底洞。这就注定了巨头之间的博弈将是极其残忍的残酷内耗。他们会在算力上拼命投入，然后在模型能力上互相压价，
甚至完全开源免费，以此来卷死对手。对于投资者来说，把这些巨头当作永远涨的避风港，风险正在急剧放大。一旦某一天，其中一家巨头突然宣布，我们的 AI 投资回报率不达预期，我们要削减资本支出，那一瞬间，整个市场的信仰就会随之崩塌，估值杀跌的惨烈程度将不亚于任何一次历史级的金融海啸。那么，在这个连巨头都在残酷内耗的资本漩涡里，到底是谁在稳稳获利，谁才是真正的终局赢家？这也就是你最关心的，普通人到底该怎么布局？不要仅仅盯着那个卖算力芯片的绝对垄断者，毫无疑问，他是这个时代最大的卖水人。只要巨头们的军备竞赛一天不停止，他的印钞机就一天不会停转。但是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那个位置的预期已经太满，拥挤程度已经高到了任何一点微小的利空都可能引发踩踏的地步。我们需要用降维的视角去看那些更底层、更不起眼但绝对必不可少的隐形铲子。你仔细想想，驱动那些几百亿参数大模型的，除了冰冷的硅片，还有什么？是能源，是基础设施，是那些极其古老但坚不可摧的物理法则。一个超级数据中心的耗电量是极其惊人的。现在制约 AI 发展的最大瓶颈，根本已经不是芯片的算力，而是电力。电网的承载能力，变压器的产能，甚至是冷却系统所需的巨量淡水，这些才是真正掐住 AI 咽喉的命脉。当所有人的目光都盯在虚无缥缈的代码和参数上时，那些掌握着稳定电力供应的能源公司，那些生产重型变压器和工业冷却系统的老牌制造企业，甚至是那些拥有庞大土地资源和电网接入权的数据中心、房地产信托基金，正在经历一场悄无声息的价值重估。这些资产没有任何酷炫的 AI 光环，甚至连他们的管理层可能都不懂什么是大模型。但只要这股 AI 的狂热还在继续，无论最后是哪家巨头在这场算力霸权争夺战中胜出，他们都必须老老实实地向这些底层的物理基础设施缴纳高昂的过路费。这就好比当年美国西部大开发，无数人怀揣着一夜暴富的梦想去淘金，最后绝大多数人渴死饿死在沙漠里。而真正赚到大钱，建立起庞大商业帝国的，不是淘金客，而是那些在路边卖牛仔裤、卖铁锹、卖纯净水的人，以及那些修建通往矿区铁路的财阀。历史不会简单的重复，但它总是压着相同的韵脚。在科技日新月异的表象之下，商业的底层逻辑和人性的弱点，千百年来从未改变。听到这里，你现在的内心可能会感到一阵阵的发凉，甚至有些焦虑。你可能会想，既然前面是一个巨大的泡沫，既然连巨头都在走钢丝，那我是不是应该彻底清仓，远离这个市场，甚至去做空它？千万不要有这种极其危险的想法，这也是很多初级投资者最容易犯的致命错误。你必须深刻地明白一个投资心理学上的残酷事实，市场的非理性繁荣持续的时间往往会远远超出你资金的承受能力。当一个被所有人笃信的宏大叙事形成时，它的惯性是极其恐怖的。你如果因为看透了它是泡沫就跑去做空，你大概率会在泡沫真正破裂之前就被市场那疯狂的上涨情绪给彻底吞噬，爆仓出局。看透泡沫不是为了让你去和趋势对抗，而是为了让你在狂热中保持极度的清醒，让你知道自己赚的到底是什么钱，这才是真正顶尖高手的防守底牌。如果你手里有那些估值已经飞上天的热门标的，不要贪婪，学会分批止盈，把那些纸面上的浮盈变成你实实在在的购买力。如果你的账户现在还在亏损，或者你正踏空而感到焦虑，停止那种想要一把梭哈回本的赌徒心理，不要去买那些没有现金流支撑，只靠画饼活着的概念股，把你的资金慢慢的、坚定的转移到那些能够在这场大变局中提供最基础弹药的实体资产上，去寻找那些拥有强大定价权、能够稳稳收取过路费的基础设施公司。这些资产可能在短期内不会给你带来一天翻倍的刺激，但它们是你在这场即将到来的资本洗盘中唯一能够让你晚上安稳睡觉的底仓。投资从来不是比谁在顺境时赚得多，而是比谁在狂风暴雨来临前已经建好了最坚固的堡垒。这种短期的焦虑和对真相的恐惧，就是你为了获取长期财富所必须支付的入场费。不要害怕泡沫，要学会利用泡沫。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极其扎心，甚至打破了你之前的投资认知，那么恭喜你，你已经比市场上 90% 的人多了一层护甲。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点击订阅按钮，点赞这期内容，
并且一定要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这个市场的变量每1分钟都在发生剧烈的改变，我会持续在这里，用最冷酷的逻辑帮你拆解那些被包装过的谎言，带你寻找最安全的避风港。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面对现在的 AI 行情，你手里拿的究竟是虚无缥缈的梦幻概念，还是稳赚过路费的底层基建？写下你的投资承诺，我会持续帮你整理这些关键的市场变量，保持清醒。我们下期见。